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1月11日，今日要做事實核查。咁點解呢？呢幾日呢，有大量嘅網民呢嚟我度留言啦，哇咁假嘅新聞你都信嘅？賀錦麗嘅票數啊，比起上一屆呢，拜登政府係少成2000萬票。嗱，有唔少嘅留言話係2000萬票，咁有一啲留言就話1000幾2000萬票。咁啊，由此可見啦，上屆啊拜登啊選舉舞弊係確鑿噶啦，甚至乎又話咧拜登政府比起2016年嘅希拉里啦，又多咗好多票喎，咁啊，即係足以證明啦，上一屆郵寄選票好多係舞弊嘅，好多係作弊嘅，呢個係事實嚟噶啦。點解你可以避而不談同埋視而不見呢？有大量嘅人嚟留言睇呢，做事實核查啦因為呢前幾日呢仲未點完票啊，咁所以呢喺滾動地選票嘅時期，最高呢似乎係爭咗1400萬票同拜登政府。由宣布勝選嘅時期，即係特朗普宣布勝選，賀錦麗嘅票數呢最高呢同埋2020年係爭咗1400萬票，但係隨住呢時間嘅轉移啦，已經咧係即係大部分選票都點完啦。而家咧應該仲會有啲可能少數位嘅增加。咁啊，根據美聯社最新嘅統計咧，賀錦麗今次嘅選票咧就係7120幾萬票。咁啊，比起拜登咧就8100萬票咧，約少咗900幾萬票至到1000萬票左右。咁就唔存在話少咗2000萬票嘅。咁所以咧話少咗2000萬票或者1000幾2000萬票咧係假新聞嚟嘅，係受網上嘅假新聞言論，因為未點完票，佢哋就用咗咧已點票嘅票數同埋人哋上一屆2020年咧已經點完票嘅票數係做比較，所以咧結果就話少咗成1000幾2000萬票啊！呢個係一個假新聞。咁但係咧，我哋詳細就考證下，即係呢幾年咧，由2016年至到2024年啊，合資格選民人數其實有改變嘅。喺2016年希拉里對特朗普嘅時期，當時合資格選民係2.5億人，然後咧2020年咧係增加咗好多人喎，因為咧有好多首投族咧就趕住去登記咁當然啦，2020年嘅時候咧亦都有 COVID-19 啦，死咗一啲嘅人啦，老人家又死咗唔少人，但係咧亦都趕住好多咧新增嘅投票登記。因為當時咧有好多荷里活嘅明星，包括 Taylor Swift 啦，以及 NBA 嘅球員LeBron James、Stephen Curry 一致咧就走出嚟呼籲啦，希望咧 anyone but Trump， 所以當時形成咗個風潮，就增加咗好多個選民，去到2億5800萬嘅選民，短時間增加咗好多個選民，加上仲有新移民等等等等。咁去到2024年咧，其實冇乜點增加選民。2024年咧得2.6億嘅選民啫，只係增加咗200萬嘅選民，所以2020年咧增加咗800萬嘅選民啦，新增登記嘅選民當然係有激情同熱情去投票啦。咁所以當時拜登政府多咗咁多票，係同明星效應同埋疫情呢個因素咧係有關係嘅。而今次咧只係新增咗200萬嘅選民，咁其實係好少嘅啫。即係呢個嘅Taylor Swift 咧動員咧已經係消化咗啦，咁所以咧變成咗今次咧就冇特別咧利好嘅因素，利好民主黨因為舊有嘅選民仍然喺度，所以特朗普嘅票數咧同上屆係接近，但係賀錦麗嘅票數咧就大幅下跌嘅原因就係因為新增選民少咗，咁而中間偏左嘅選民咧就放棄投賀錦麗，由於呢個嘅保守家庭嘅原因啦，或者係一個嘅多元性別嘅價值唔認同啦，覺醒文化嘅唔認同啦，賀錦麗嘅票數咧好明顯係少咗好多嘅咁啊2016年咧投票率係55.7%， 2020年係66.8%， 係非常之高嘅，係比2016年咧增加成11%，即係激增可以係咁講。咁啊2024年咧係少咗嘅62.5%， 咁但係咧2024年同2020年咧其實個投票率唔係跌好多嘅啫。但係就係因為新增選民少咗，所以導致到賀錦麗嘅票數大跌，所以從呢一點咧就睇到啦。而特朗普咧，2016年其實咧佢第一次當選嘅時候得6200萬票嘅啫，而2020年咧就有7400萬票，所以如果你話上一屆係拜登選舉舞弊咧，因為拜登咧係爆炸式比希拉里咧就增加咗2000萬票，咁但係咧特朗普都增加咗1000幾萬票喎，其實係咁，所以由此可見呢個特朗普當時嗰個選舉咧，亦都係票數大增嘅。而拜登票數大增咧，固然有好多原因，頭先所講新增登記選民啦，好多人因為疫情而怪責特朗普啦，NBA 同埋荷里活嘅明星出嚟係
拉票啦，呢個係主要原因。咁仲有當然可能有性別考慮，即係希拉里嘅性別同埋呢個嘅拜登嘅性別，亦都可能咧導致到有一啲嘅選民咧係有唔同嘅睇法啊。咁呢一點咧亦都不能排除嚇。咁所以由此可見啦，即係講假新聞嘅人咧，佢淨係睇到新聞嘅一面，就話拜登不尋常地增加咗好多票數，佢就忽略咗特朗普同時間咧比起第一次嘅加咗咧千幾萬嘅投票，就係因為投票率大升啊嘛。咁啊，2024年咧，特朗普同埋上一屆咧嗰個選票得票咧，其實都升咗嘅，都升咗超過至少600萬票左右。咁所以其實你從呢一點就睇到啦，就係有一啲中間偏左嘅選民就係冇投到賀錦麗，一係就唔投票，一係咧就轉咗投 Donald Trump， 因為佢都係多咗成600萬票㗎。所以從呢一點咧就可以事實核查到話，拜登當時2000幾萬票一定係郵寄舞弊或者係啲搖擺州份嘅舞弊。從數學上咧就睇到並不如是喎。呢個係用事實核查咧就知道啦，話少咗2000萬票呢個講法係完全係假新聞嚟嘅。咁啊，而唔係淨係我講嘅，有大量嘅人咧係做過事實核查去講嘅。有咩人做過事實核查去講啊？呢4年嚟，除咗咧 FBI 或者係咧地方嘅法院數百場嘅官司，其實咧共和黨人咧自己都做咗事實核查。共和黨人啊就聯同呢個嘅史丹福大學咧就做咗詳細嘅調查，就關於咧到底有冇選舉舞弊呢個問題。咁啊而有咩人係負責有簽署咧？就係有至少4名共和黨籍嘅法官，同埋咧4名咧呢個嘅共和黨籍嘅前參議員，以及共和黨裏邊咧一啲嘅即係選舉嘅主任。都係咧做咗一個嘅事實核查出嚟嘅。呢個事實核查咧就說明咗所謂嘅選舉舞弊咧，2020年啊，基本上咧都不能成立嘅嚇。呢個係一個傳言嚟嘅因為當時咧就係特朗普因為輸咗選舉就唔交棍唔交數簿，乜春都唔交，所以咧就導致咗呢個結果出現咗。咁所以呢一點咧就係已經有大量嘅報告調查啦，係共和黨籍嘅議員。咁啊，同埋咧，大學無論係耶魯大學啊、史丹福大學啊等等等等，呢4年咧都有相關嘅調查咧，就說明咗當日所講嘅郵寄選舉咧，佢哋係追蹤到噶嘛，就抽樣調查咗數以千份嘅呢個嘅郵寄選票，就發覺咧就並冇所謂出現大規模嘅選舉舞弊。當然啦，一定係有，今屆選舉都有啦。今屆選舉有中國嘅學生就係冒認咗呢個嘅冒認咗呢個嘅美國嘅公民去投票，有上一屆就冇啦，有咁啊有德州嘅選民就係特朗普嘅支持者，最後被捕嘅後來咧亦都被判罪成嘅咁所以咧呢個共和黨籍嘅選舉嘅調查咧，其實就證明咗特朗普所指嘅選舉舞弊咧，其實都係錯誤嘅嗰啲都係一個選舉策略嚟嘅，甚至乎當時特朗普嘅選舉負責人呢個朱利安尼咧。佢係律師嚟噶嘛，上到法庭咧都唔敢咧係作供唔敢咧就係好似佢出邊所講指控咧選舉舞弊嘅情況。咁所以呢份報告咧其實都好詳細噶啦，到底有冇一啲被偷去嘅選票咧？有冇啲所謂嘅台底嘅選票咧？咁起碼冇能夠證明有大規模，即係以能夠影響到選舉結果嘅規模。咁上屆拜登係領先啊嘛，8000幾萬票對特朗普嘅7400幾萬票啊嘛。同樣道理今屆都係特朗普嘅票數，即係比呢個嘅賀錦麗票數多好多，多成300萬票啦，至少300幾萬票。咁你如何300幾萬票去造假咧？呢個咧好難有系統性造假。所以咧事實核查就證明咧呢個嘅賀錦麗嘅票數嘅流失，其實係可以用咧合理地解釋。第一就係今次咧佢嘅選舉時間太短，佢喺年中咧先開始競選活動，因為以往嘅候選人咧，起碼早年半咧就開始啦，由初選開始競選。咁但係今次咧，因為咧原本拜登咧就諗住繼續去連任噶嘛，但係結果咧就最後一腳咧先至決定放棄連任，所以佢咧準備嘅時間好少，令到咧一啲嘅即係堅定嘅支持者咧未必會支持。呢個第一，第二可能係性別嘅因素啦，第三咧就係佢極左嘅思想、極左嘅思維，以及咧。好多美國人咧將零元購呢個因素咧就歸咎喺佢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導致到佢嘅選票大量流失，尤其是係中間選票大量流失。
嘅原因啊，咁啊亦都咧係新增登記選民嘅人數係大幅減少，所以導致到佢嘅選票係少咗喎。咁呢一點咧其實全部可以用科學可以解釋噶嘛，但係偏偏有好多人咧相信呢個係 deep state 啦，深層政府係陰謀論，係選舉舞弊，就係跳出好多合理嘅推論咧，然後用一啲冇證據同埋未經證實嘅內容咧去不斷咁重複，咁其實就係不能夠即係去推論啦，背後一係咧就相信陰謀論。一係咧有啲 KOL 咧就宣揚呢啲，一係佢就相信陰謀論啦，一係咧就係本身佢有 agenda 嘅就為咗要即係貶低美國選舉嗰個可靠性喺裏邊咁啊，當然啦，佢因為好多郵寄選票咧，或者係去票站咧係唔需要核實，英國都係嘅。英國咧，我第一次嚟英國投票嘅時期咧，都唔使核實身份嘅，即係你講你個 postcode 咧，佢就俾你投票噶啦。咁呢個係即係過去咧幾十年嚟、百幾年嚟咧，歐美選舉咧一啲嘅漏洞嚟嘅咁但係而家隨住資訊科技啦其實就可以慢慢彌補到呢啲咁嘅漏洞。咁但係問題，你如何做數以百萬計嘅選票去影響到選舉結果咧？咁當然唔使幾百萬嘅，淨係搖擺州份啦。咁呢一點都得嘅。咁第二樣嘢要解釋嘅就係喺上一次咧，我講到我利用咗 G7 嘅一個嘅即係通脹嘅數據，去說明咗咧，喂，其實咧過去4年拜登政府執政嘅時期咧，嗰個通脹其實並非想象中咁嚴重喎，因為喺 G7 裏邊咧，佢係僅次於日本同德國係幾乎平手。G7 裏邊咧係通脹水平最低嘅。咁但係即刻有好多網民咧就話唔係，美國咧個通脹真係好高喎。咁但係問題係全球化嚟㗎嘛，通脹係咁，所以咧同時間咧有一個選舉嘅調查，就係咧民主黨嘅票數咧有60%以上咧係有大學或者研究院以上嘅支持嘅。咁而呢個特朗普咧就係有60%調翻轉啦，係冇讀過專大學嘅，都係即係以中學水平嘅為主。咁所以咧一般嘅即係受過知識訓練嘅人咧，佢哋就會考慮埋全球化嘅問題喎。拜登壓止唔到通脹咩？佢壓止到喺全球化嚟講，但係咧佢同樣食一碗麵咧，係比起希拉里嘅時期貴好多，比起呢個嘅特朗普時期貴好多。即係受過學術訓練嘅人咧，就會考慮埋環球化嘅問題，就係疫情，大部分全球嘅工廠咧都停擺咗一段時間，加上咧停擺完後咧嗰個即係航運嘅積壓所以咧就一定係急劇通脹啊！再後來有俄烏戰爭，咁但係即係好多嘅一個嘅所謂嘅中部南部嘅州份佢哋好多農民或者一啲技術工人佢未必會思考，佢就覺得自己買嘢貴咗咯，買個朱古力貴咗啦，食個麥當勞貴咗咯，佢哋唔會考慮啊嘛。所以呢一點咧，亦都係咧今次特朗普能夠贏出咧喺搖擺州份裏邊咧能夠贏出一個原因嚟㗎，因為啲人覺得自己生活質素惡化咗嘛咁就比起以往佢覺得係貴咗嘛，人工相對增加嘅幅度冇咁高啊嘛咁佢哋冇考慮到環球化嘅問題啦。疫情嘅問題、俄烏戰爭嘅問題啦，咁仲有咧華人嘅家庭咧普遍係傾向右派嘅，個原因咧係因為咧今次賀錦麗就比起以往希拉里，比起呢個嘅拜登係更加激進啦，對於覺醒文化更加激進，跨性別、多元性別以及呢個多元種族嘅論述啦，呢一啲咧同傳統華人家庭，其實傳統華人家庭咧連同性戀都未必接受啦，何況係跨性別人士，咁所以佢哋嘅票數咧好多都係轉向咗呢個嘅右派支持咗特朗普。咁呢一點咧喺今屆華人嗰個選舉文化裏邊係明顯嘅，加上咧我之前係講到有法輪功嘅元素啦，因為在美華人好多咧係睇大紀元或者法輪功支派嘅一啲嘅KOL 啦，咁佢哋都係普遍支持特朗普啦，而法輪功支持特朗普固然係同佢哋有相近嘅政治立場，所以天滅中共呢啲係有關聯啦，加上咧好多在美嘅華人啦嘅意見領袖咁佢哋有一啲大中華意識嘅思想等等等等，背後咧亦都係有強人政治呢一種理念喺裏邊嘅，咁所以支持特朗普咧就係並非巧合嘅喎，其實呢一點係咁對民主價值人權譬如話特朗普話要上台，第一時間咧就要開除對佢起訴嘅檢控官，咁呢個係對法治咧係一種踐踏漠視嚟嘅，因為佢調查佢呢個嘅係咪泄露國家機密處理呢個機密文件問題，呢個係一個法治嘅問題嚟喎，佢就會指控呢個係政治嘅打壓，係政治嘅壓迫，係拜登政府嘅陰謀，咁呢個係對法治啦、民主啦係有一個踐踏嚟嘅，咁所以學者界咧就普遍係唔接受呢個嘅特朗普嘅而之前我引用咗一啲嘅史丹福大學嘅報告啦，過去嘅選舉裏邊
特朗普同埋拜登政府嘅謊言咧，拜登政府係佔咗30幾個 percent 嘅，而特朗普政府係佔咗60個 percent 嘅，即係大家個謊言啊，大家都講大話噶啦，主流媒體又講大話，民主黨講大話，特朗普陣營又講大話，但係個比例係6點幾對3點幾，咁所以咧點解知識界普遍咧就係傾向咗民主黨或者係一啲有錢嘅州份，即係所謂嘅加州啦、紐約州啦，以及呢個華盛頓州啦，呢啲最有錢嘅州份咧就傾向咗呢個民主黨陣營。呢個其實全部學術可以解釋到嘅，咁但係呢個唔係傲慢嚟嘅，亦都唔係分咗高低。事實上咧，美國咁白人中老年嘅人士，佢哋嘅票數係好多嘅，亦都好堅定嘅支持者，而亦都係特朗普能夠滿足到呢啲支持者，導致到佢能夠勝選。尤其是咧，今次特朗普咧喺新移民嘅問題上面咧，非法移民嘅問題上面咧，係獲得好多即係工人階級嘅支持。更加有調查指出，就係新移民裏邊攞到綠卡可以成為公民投票嘅人，反而咧大比例係增加咗特朗普嘅支持，減少咗賀錦麗嘅支持。呢個我之前解釋過，叫救生艇效應，就因為特朗普主張嚴厲打擊非法勞工。因為咧而家美國嗰啲非法移民咧入到去嘅時期咧，佢哋可以咧攞咗臨時工作證嘅，咁啊而攞咗臨時工作證咧就同原本已經攞咗綠卡嘅舊有移民咧就係造成咗競爭嘅。所以今次呢啲新移民咧嘅美國公民投票新登記嘅人，佢哋反而係支持多咗特朗普嘅，嗰度多咗成即係200萬票喎，新增登記嘅人嚇，咁啊多咗200萬票，多咗比例支持特朗普，少咗支持賀錦麗，呢個亦都係一個此消彼長。當然新增咗200萬票唔一定全部係新移民啦，但係裏邊應該比例都唔細啊嘛嚇，咁所以由此可見呢一種咧叫做鐵達尼救生艇效應，種種嘅原因就導致賀錦麗今次咧大敗。咁啊，其實就係全部係可以解釋到，唔需要跳去陰謀論。用陰謀論當然係 juicy 吸引啦，用陰謀論當然係大快人心啦，深層政府啊嘛。咁啊，但係一分材料咧都係一分話嘅。咁啊 ，anyway 咧，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呢個簡單嘅破障就講到呢度咯。咁啊，過去對上嗰4年，其實我做咗幾十條影片，係破解當時選舉嘅一啲嘅舞弊嘅錯誤指控噶。咁啊，其實就係。但係徒勞無功嘅，唔信嘅人仍然都係唔信嘅。咁嗰啲都唔係我自己個人嘅調查啦，咁全部都係啲學者學術嘅權威去調查。咁但係當然啦，支持特朗普其中一個特點就係反權威啊嘛，係一個反學術、反權威嘅一個思潮嚟噶嘛。認為舊有嘅媒體、學術嘅權威全部係洗腦嘅，佢哋就係擁有呢種嘅後現代嘅主張，所以佢哋講極都係唔會信啦。係有呢個時代背景喺裏邊嘅。Anyway 咧，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支持啦咁好彩今次特朗普係選贏咗，如果選輸咗碌棍唔交，數簿唔交，乜春都唔交，咁呢個美國嘅民主制度咧，可能再一次受到衝擊啦。咁anyway， 希望大家 like、subscribe、share， 將我呢條片轉載俾有需要嘅人士同佢切磋一下啦，好嘛？今日講到呢度，收費平台 Patreon 有文字版嘅，文字版詳細好多。今日咧就有中國近代史課堂，join咗 Patreon 嘅或者 YouTube 會員嘅朋友咧，$15美元1個月就可以無限重溫。多謝大家，拜拜。